美国总统拜登即将于本月中旬前往欧洲，展开任后的首次外访活动。不过，在过去一周，美国不仅再次被爆出监听欧洲盟友的窃听丑闻，拜登政府还宣布对包括英国在内6个国家征收报复性关税。那这2个插曲会对拜登此行造成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Queen Elizabeth will meet with US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First Lady Jill Biden at Windsor Castle. The meeting will take place while President Biden is in the UK for the G7 summit later this month. 当地时间周四，英国白金汉宫宣布，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将于6月13号会见拜登及夫人。据悉，95岁的英女王已接种了2剂新冠疫苗。她在疫情爆发后，基本上一直都住在温莎城堡，并以虚拟方式举行绝大部分会议，包括与外国大使会面。拜登将成为伊丽莎白2世会面的第13位美国总统。欧洲的盟友呢，同样的期待美国不要光说不练他在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欧洲更加希望美国能够拿出实实在在的干货来，比如说在疫苗的分享问题上，比如说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问题上，美国应当真正的起到一个盟友的作用。6月11号至13号，拜登将出席在英国举行的 G7 峰会，紧接着赶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6月14号的北约峰会。随后，他还将于6月16号在瑞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作为北约的坚定支持者，拜登上任以来一直在努力修补与盟友的关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加强了与北约国家的磋商。外界预计，除常规议题外，拜登此行最重要的议题仍是讨论该组织对外目标及如何共同遏制中俄2国。此外，欧洲防务一体化问题也备受关注。长期以来，欧洲国家在防务问题上一直依赖着由美国主导的北约。欧洲政治精英则希望推动欧洲在防务安全上实现战略自主。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欧盟加快了防务一体化机制建设与道路摸索。对于欧盟推动防务一体化的努力，美方心态复杂。一方面不愿看到欧洲真正实现防务一体化，因为这将导致欧洲进一步摆脱对美国依赖以及北约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又希望看到欧洲国家借此提升军事能力，分担北约防务压力。不过，就在拜登欧洲行前夕，拜登政府突然宣布将对来自6个国家总价值约为21亿美元的商品收取25%的报复性关税，作为对这些国家向脸书、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收取数字服务税的回应。这些国家包括英国、印度、意大利、澳大利亚、西班牙、土耳其，其中英国和意大利都属于G7成员。对此，有分析指出，拜登政府宣布的报复性关税并非立即执行，而是半年之后才正式落实。也就是说，美国征税不是目的，主要还是为了争取最大利益。是否加征关税，取决于未来半年的谈判结果。因此，这件事本质还是美欧之间围绕税收公平原则的一次经济博弈。对于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影响会有多大，还有待观察。同时呢，也是为了美国下一步的全球关税计划做一个铺垫和准备。摆在拜登与欧洲盟友之间的问题，除了贸易争端，还包括近期曝光的窃听丑闻。丹麦媒体爆料称，美国在丹麦情报机构帮助下，对数个欧洲盟国政要实施监听。欧洲多国随后敦促丹麦和美国尽快做出解释。该事件成为美国作为全球头号黑客帝国的又一最新明证。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将传统情报手段和网络攻击深度结合，长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肆无忌惮地实施无孔不入的监听。而正是这样一个窃密惯犯，却自我标榜为网络安全卫士，在网络安全领域屡屡对其他国家抹黑攻击，充分暴露了美国的虚伪面目和霸权本质。这个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的所谓的盟友关系的真相也就是说，美国人表面上说我们都是安全上的盟友，我们经济上的伙伴，但实际上呢，对这些国家，甚至是对这些国家领导人、盟友国家领导人都有了深深的不信任。这是美国的技术优势和它的所谓的霸权领导优势这个相结合的这样一种结果。美国一直是公认的全球头号窃密大户，其窃密手段五花八门，包括利用模拟手机基站信号接入手机盗取数据，操控手机应用程序侵入云服务器，通过海底光缆进行窃密。这类监听项目多由美国国安局负责实施。
2015年，迫于美国国内舆论压力，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结束只针对美国国内的监听项目。但此后，美国情报机构继续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监听美国境外目标的电子邮件和短信等通讯。除国安局外，美国还有另一大情报机构中情局，同样拥有强大的网络攻击能力，擅长发现并利用现代科技产品的程序漏洞，侵入手机、计算机乃至智能电视等电子设备，在网络空间肆意利用不对称优势对他国发动降维打击。据悉，中情局设有海外网络攻击基地，其中一个位于美国驻德国法兰克福领事馆，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网络攻击活动。此外，中情局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小组，专门负责收集、管理从其他国家窃取的攻击工具，不仅能丰富中情局的网络攻击手段，还能用虚假的网络指纹，让被攻击方误以为遭到其他国家的攻击。在美国近100所驻外使领馆内安装监听设备，对驻在国进行窃密等等。日前媒体披露的美国对欧洲盟友进行监听，不过是美国庞大的全球窃密网络的冰山一角。美国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据丹麦国家广播电视台和欧洲多家媒体披露，美国与丹麦联手在2012至14年窃听了欧洲多国政要，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我注意到不少人都把这件事情当成了一个天大的新闻，而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其实既不大也不新。美国监听默克尔是2013年斯诺登曾经报过的旧闻，联手丹麦进行监督也不是什么新东西。2015年，斯诺登还爆过一个料，说美国一直在联手新西兰监听亚太地区相关国家领导人。这就说明美国与最亲密的盟友合作监听一些并不那么亲密的盟友，也是一种常态。根据我个人的逻辑推理，这些还远远不是美国监督世界的真正真相。美国的真正企图应该是要监控全世界所有领袖的电话，包括联合官员在内，其中绝大多数世界领袖都已经处于了美国的监控范围之内。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只要是有用的人都会被列入监控范围，何况是有着重大政治影响的世界领袖。我们必须要知道，美国是一个对国内人民讲民主，在国际上讲实力与霸权的国家。同样，作为全球无人能够匹及的信息科技创始者与领跑人，他对国内老百姓的监控可能还会讲点法治，而在国际上，他则会肆无忌惮地完全依照丛林规则来办事。因此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抱怨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弱者的表现。面对美国的网络霸权，其他国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自己的网络安全保护，甚至是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也可以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对美国也进行监控。我们看到，在媒体揭露美国监听欧洲国家领导人这一丑闻之后，拜登政府不仅没有道歉反省，反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好像这件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其实，美国的这个态度已经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即在当今的世界上，窃不窃听别国已经不再是会不会去做的问题，也不是道德与法律问题，而纯粹是一个技术与能力问题。也就是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去窃听别的国家的问题。实事求是来讲，美国在这方面的傲慢是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的，尤其是有客观的现实作为基础的。因为最近100多年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形态已经出现了3次重大而本质性的改变。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战争形态，主要表现为各国热兵器之间的热战，是以侵占对方领土、掠夺对方资源、消灭对方肉体为目标的。在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冷战结束之前，全世界的战争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之争。这种不动刀枪的冷战，主要是以改变对方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颠覆对方的政治制度为目标的。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全世界就跨入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也就是虚拟的网络信息战。这种战争形态有着另外几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战争的目的
是要夺取信息控制上的优势；其二是这种信息战来无影去无踪，基本上没有什么道德与法规来进行约束；其三，进入战争的门槛非常低，无论是哪个国家，甚至是某个个人，只要愿意并且有这个能力，都可以投身于网络战场。那么其次，这场战争啊，实际上是一场混战，基本上没有什么敌友之分。第五，尤其关键的是，这场网络战不仅不是不宣而战的，而且过去在打，现在在打，将来仍然会继续战斗下去。而由于网络和计算机是美国人发明的，早在20多年前，美国就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新形式战争的形态的意义。为此啊，美国早就从国家政策与法律、新的军事理论、战略理论以及相关资源调拨等层面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并委托国内强大的互联网产业与包括苹果、IBM、微软、谷歌在内的网络信息企业，组织了一支全球首屈一指的网军与网络战的司令部，并在网络战层面完成了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方面的大转移。也就是说，在并没有道德与法规来约束虚拟的网络以及美国在互联网领域的技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情况下，指望拜登政府就监听欧洲国家领导人来进行道歉，并且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我认为这恐怕只是人们一种善良的愿望和想法。那在您看来，这次美国监听欧洲领导人这一丑闻，又会对接下来的美欧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注意到有评论认为，由于欧洲舆论揭露的这单监听丑闻的时候，正好正处于拜登政府正在极力拉拢欧盟共同对抗中国的时候，而且这件事情正好发生在拜登即将访欧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北约与欧盟峰会之前，这不仅会让拜登感到尴尬，尤其会影响到美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盟友关系，影响到拜登拉拢欧盟共同对抗中国的宏大战略。我认为这种看法呀，或许想的有点多了。拜登政府压根就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事情，何来感到尴尬一说？同时，有关美国对法德两国领导人进行监听这件事情，我相信法德两国领导人不仅早已经知道，甚至还会跟美国一道对其他国家元首来进行监听。在这种情况下，法德两国领导人仍然要提出批评，主要是为了做给国内看的，也就是为了缓解国内的反对势力，尤其是反美势力带给自己的政治压力。因此，我个人判断，这件事情并不会对美欧互信与美欧战略伙伴关系带来重大的而深远的冲击，也不会对拜登政府联欧抗华的战略带来太大冲击。它的冲击最多只是暂时的，与技术层面的。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